Hello，大家好，我是奥金志。刚刚的视頻的話，我就是用这個 Higgsfield 制作出來的。我的話是屬於 AI 視頻的一個入門選手吧。對提示詞這一塊其實沒有做到很好的優化，所以整體效果的話還沒有做得很好。但是作為一個新手來講，我覺得花了差不多1個小時不到的時間吧。對於我來說，我感覺還是相對來說比較滿意的。後續的話，優化一下提示詞，應該可以做的會比較好一點。老粉應該有印象，我之前做過一期相關的分享。之前的話也是在活動期間給大家推薦的，當時活動過了之後，還有人來問我，這個還能不能怎麼去購買？這個活動的話，純粹是官方推出來的活動，大家只有在他推活動的期限才能去購買一個比較划算的套餐。目前的話，新年的話，他又推出了這個活動，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去看一下。這邊的話，再簡單給大家介紹一下，我覺得比較好的就是它的模型很多，另外的話，這個香蕉模型是不限量的。這個價格我覺得針對於它的性價比來說是非常高的。我感覺從香蕉模型不限量來說，它這個就值回票價了。然後之前一期的介紹的話，主要是給大家介紹的這個香蕉模型，還有一個視頻的這個 King 2.6，一個是針對圖片的，一個是針對視頻的。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香蕉模型，香蕉模型我覺得大家都不陌生，对吧？但是這裡我看一下啊，這個是同樣的提示詞，這個是我用香蕉模型生成的，然後這一個的話是用新的那個電影模式生成的。我感覺香蕉模型這個統治地位還是沒辦法動搖的。你看這個細節差很多，同樣的提示詞，香蕉模型的話就比較簡單，就根據你的提示詞直接生成就可以了。它這邊的話也是支持 4K 的，只是說 4K 的話它相對來說消耗的積分會高一點，然後不同的尺寸都可以。香蕉模型的話我就不多做介紹，然后我們可以來看一下這個 King 2.6。King 2.6的話，其實之前也給大家做過一個分享，我來看一下之前的一個視頻啊。之前做這個視頻還是可以的，上期做了一個這個。有緣再會。它這個的話就是配聲音的。有緣再會。不僅有動畫，還有聲音。然後我們來可以看一下啊，然後我們做個同樣的提示詞對比。這一個我來看一下，這個是 King 2.6生成的。This ends now, Sasuke. Your time to dominate is over. You're the one who regret ever standing in my way, Naruto. 這個 King 2.6和這裡有一個 One 2.6， One 2.6的話，今天就是比較新的，之前的話應該是低版本吧，它 2.6 也更新進来了。我們可以對比看一下這兩個的。它們這兩個都是由圖片生成的，同一張圖片。我的提示詞大致就是鳴人和佐助的一個戰鬥場景，然後沒有添加其他的一些說明，然後他們根據自己的理解，然後生成的這個帶聲音的動畫。我覺得這個 King 2.6的話，它的整體理解應該會更高一點，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它在沒有其他提示詞的情況下，它應該是做了一個解說，嘰里呱啦的，我說實話我也沒聽清楚。Ends now, Sasuke. Your time to dominate is over. You're the one who regret ever standing in my way, Naruto. 然後他還會做拉一個景深，整體的話應該是在做解說，一個場景的解说。其實這個的話是更偏向於我的提示詞的，我覺得。所以說之前這個功能的話確實還是比較強的，但是玩 2.6 的話，感覺畫質上面我覺得還不錯，比這個要好一點，但是它整體的意境啊就少很多。我這次的話也是因為看見這個玩 2.6 更新了，所以嘗試了一下。這兩個模型的話，大家可以自己去測試一下。我覺得目前來說，這個 King 2.6 還是有優勢的。玩 2.6 的話，只能說也不算太差吧。然後今天主要想給大家分享的是這個電影級別的一個這個東西比較牛。然後我最近的話一直在嘗試這個電影模型，大家看到我生成了很多啊。這個牛在哪個地方？
這是生成視頻，其實這個的話就還好，就是根据前後幀來生成一個視頻，然後我把所有的场景就是生成了我開頭的那個動畫。這個東西重點是這個圖片，這個圖片雖然沒有香蕉模型那麼厲害，但它牛在哪邊？牛在這裡，它可以選擇設備、鏡頭，然後你的鏡頭參數它都可以選擇。正常的話，我們可能需要去通過我們的提示詞來做一個我們的場景描述，對吧？但是現在我們完全可以通過我們的鏡頭來做一個我們想要的一個鏡頭畫面，這個我覺得還是比較厲害的一點。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同一個提示詞，然後通過不同的鏡頭展示的效果是不一樣的。然後这裡的話，因為也是用了不同的鏡頭，所以它會有一個不同的效果。我們來可以看一下啊，這邊的話，我們可以看一下這裡的參數，然後相機、鏡頭、焦距是吧？每張這一張看一下，這個的話，我的鏡頭就換了，有沒有看到？這應該是屬於特寫的鏡頭。這個的話，我前期一直在嘗試，因為說實話，我分不太清這些設備啊。因為它其實這個的話，可能我感覺更適合專業人士吧，因為這些鏡頭其實我不太認識。雖然說它沒有香蕉模型生成的效果那麼細緻吧，但總體來說還行，我感覺。我這些提示詞還不算很細的，但是它總體的意思還是有了。我提示詞的話都是通過 AI 直接幫我生成的，我們可以來重新看一個這個提示詞。我們通過這個提示詞來重新生成一個。這個的話，我們正常用這個鏡頭的話，推薦是就是類似近景，推薦用這個。然後我們用來一個這個特寫的鏡頭，看一下特寫的鏡頭好像是那個細的鏡頭，這一個。然後我們用35的，就 F4吧，我們試一下看一下。這邊可以看到我們這個新生成的跟之前這個差不多，然後它這個整體的話應該是更符合提示詞的，因為我整個提示詞的話是九尾化嘛，對吧？它整體的話是以九尾化為主的，這個沒有問題。然後我們再換一個鏡頭看一下。我感覺這個鏡頭不好用，我們換一個。我們還是用這一個吧。哦，這種鏡頭感一拉，差距就出來了，有沒有看到？這個感覺更帥一點，不會懟臉了。這一張就過於懟臉。然後我們可以這兩張圖片，我們可以來做一個視頻看一下。我們要在這裡選擇我們的那個圖片，剛剛生的圖片。我們可以從這個圖片過渡到這個圖片去，我感覺可以，是吧？這兩個畫風比較像。然後這裡大家自己可以選擇尺寸，5秒就行了，最多是10秒，我們生成一個5秒的就可以了。看一下效果。OK， 我們來看一下效果啊。這個它整體的畫風和框架沒有太大突兀的話，你看這裡就轉變起來就比較絲滑，我感覺。一旦你的整體框架差異大的話，它就會容易變形。我們可以看一下這一個它其實是有點變形的，大家可以看到是吧？這一個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差距比較大的，它就變形的比較多。大家可以看，這就是在亂飄了。這個視頻其實佐助處理好的話，其實也還行。這裡佐助處理的差點意思，所以這裡面至少要再插個1到2幀，那可能整體的那個動畫就會流暢和絲滑很多。
OK，那今天的分享就简单到这里。总体来講的話，我覺得這個新的電影模式啊，這一個鏡頭還是比較強的，特別適合大家需要不同分鏡的情況下，這個功能我覺得還是比較強的。後續的話，它應該會推出更多的就是不同的焦段和鏡頭。這樣的話，那整體來說，對於專業人士來說，我覺得就比較厲害了。因為提示詞的理解畢竟是有限嘛，你直接通過這個來控制一個圖片的鏡頭感，這樣的話，對於專業的電影視角來說，應該能很大程度上去提高這個工作效率。然後這個主頁的話，其實還是有很多的一個題材，像最近抖音比較火的，這裡面基本上都有。後續的話，我再跟大家來分享其他的有趣的一些創作吧，好吧？今天的分享就暫時先到這裡，感謝大家的支持，拜拜。